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哎呀，今天继续来聊聊国内的大事儿啊。哎呀，国内现在不太平呀，出重磅事件了。来看今天的标题：莫查事件独家揭秘，本人没死。王岐山建议取消婚姻制度，农村户口要取消。华晨宇和张碧晨未婚生女。这个故事很励志，你可以考虑卵子超市。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加剧。观众朋友们，面具人今天要讲的东西可都是要命的事儿啊，尤其是这个农村户口取消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呀，可是关系你们在座各位的每个人的利益的。谁不是农民户口呀？或者说谁家没几个农村的亲戚呀，对不对？那这个事儿啊，面具人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你们揭开一个大秘密。前几天郑爽的事情炒得很火热，为了牵出代孕的事儿，对吧？最近中共的各种文宣风向比较乱啊，又是代孕了，又是未婚生子了，又是做网络节目饿死人了，又是要取消农村户口了。咱们从中共的文宣节奏就可以看出来，中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为什么会这么着急呢？咱们今天啊，就一件事一件事的来讲。首先来讲讲这几天这个 B 站的一个博主最终把自己饿死的事件啊。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让面具人我非常的匪夷所思。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去年的吴花燕事件。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都非常的类似，并且呢，这两个人的下场也是非常类似的，都是因为穷吃不饱饭而去世的。哎呀，这种事儿啊，其实面具人我是非常不愿意讲这类话题的，因为面具人我是搞心理学的嘛，同时我之前也是从事过传媒行业的，所以呢，我不愿意讲这类话题。为什么？因为这类话题会触发我自己的抑郁状态。正是因为面具人我懂得传媒和心理学，所以呢，我看到的世界和你们看到的世界不太一样。大家最近都在万分感慨，对吧？这个社会怎样怎样，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煽情，对吧？觉得这个社会怎么能活活的把人饿死呢？那这个事儿啊，现在炒得非常火热。面具人我也纵观了整个事儿的发展。那我看完了这个事件的整体发展以后，面具人我总觉得这个事件哪里有些不对。当然了，刚开始悲伤的情绪我也是有的，但是呢，渐渐的理性就代替了我的情绪。毕竟面具人我是搞心理学这一行的，我解决的家庭悲剧、个人精神问题啊，看到的这些悲剧就跟一日三餐一样啊，我见的心理疾病患者比你们吃的米都多。应该是这个夸张的比喻的意思吧，很多老年人都喜欢这样说啊。这个叫做莫查的直播主，粉丝只有几千个吧。然后呢，他经常会发一些朋友圈，说自己的身体不太好，经常会在直播中就坚持不下去了，要休息一会儿，才能勉强的拖着自己的身体继续直播。后来呢，这个莫查慢慢的身体也恶化了，鼻子里面还长出了肿瘤，疼得不行了，于是呢，只能住院做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又发现自己有糖尿病，之后呢，又因为吃不饱饭导致的糖尿病的并发症而去世了。这个莫查多次说过，想买饭买不起，想买草莓吃不起。于是这个事情被他的好友李琦爆了出来，然后呢，就红遍了整个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几千万了。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以后，都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于是呢，大家都在感动，都在煽情，都在悲哀。可是这个事儿让面具人我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来看，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来，你们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们应该都能明白，中共控制的文宣和网络是人治。无论是 B 站还是今日头条还是百度还是微博，现在的审核机制都是非常严格的，并且呢，面具人再给你们说一个你们不知道的事儿，这种事儿只有专业的网络人员和文宣才能知道的。
就是现在这些所有的今日头条呀、百度贴吧呀、微博呀，这些网站的后台都是有流量监测的。一旦某个事件、某个视频、某个文章，它的流量呈现了明显上涨的趋势，就会触发流量警报，然后呢，就会有人工审核介入来审核你这个事儿是否会对社会、对党有危害。如果没有，它就会给你设置一个封顶流量，认为你这个事儿就差不多就这样的曝光度，然后呢，你的视频文章最多也就是那么多的推荐量啊，不会再多了。这没啥，这些网站有流量警报，最关键的点在于，万一你的内容是对社会和党有危害的，那很快就会触发警报，让人发现哦，你这个事情对社会对党有危害，而且还有传播度。警报一触发，人工一审核，觉得你这个东西有问题，很快的就会给你掐灭掉，让你销声匿迹。也就是说，站在专业文宣的角度，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个抹茶的事件能够如此快速的爆破，一定是网站的领导、文化部门放行了以后，它才能爆破出来。然后呢，这个事儿能传播的如此之快，也是有网站推送和网军炒作的。否则呢，面具人，我相信大家在贴吧、微博、QQ 群里面想要找到比吴花燕、比抹茶更惨的人和事儿不难吧？比比皆是。那为何这些人无人问津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呢？啊，他们难道没有努力求助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没有火起来呢？想明白了没？这个事儿啊，起初是有人质疑的，就是说网上这样一个不露脸的人，甚至连人都不算。面具人，我虽然不露脸，但我至少是个人样摆在你们面前啊，你们知道我是个人啊。但是这个抹茶啊，他只是一个 AI 主播，他就这样凭空的出现，然后凭空的消失，然后呢，大家就非常感动。这似乎不太符合逻辑，因为这个人到底存在不存在是个问题。可似乎大家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而是像蜜蜂一般一窝蜂的就是跟风煽情。其实呀，并不是没人质疑，而是这些质疑的人全部都被封号删帖了。面具人，我看了这个人就是抹茶啊，他的所有的节目啊，他的节目都是 AI， 说话的次数非常少，都是游戏录屏。他的好友叫做什么坂田伊里奇，对吧？啊，玉坂伊里奇本来呢也是不太更新文章的，可是呢这个抹茶挂了以后，他就开始频繁的更新文章，一直吃抹茶的人血馒头，然后呢流量还是异常的高。那面具人，我就不得不怀疑这俩人啊是不是一伙的？为什么他能知道别人不知道呢？而且呢这个人的流量并没有被拦截，而是一直被爆破。披着这种煽情感动外皮收割韭菜的人啊，太多了。不是这些川粉们啊，挺川呀，美国人要死了，美国要完蛋了，不也是拿这个东西来割韭菜吗？对吧？刚好呢，这个李琦和抹茶是一样的，都是不露脸的 AI 主播啊，播游戏的。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李琦声称他是抹茶的好朋友，但是呢，你说他的好朋友都快饿死了，你却不给他扫个码，扫个几十块钱，让他先买饭吃，而是忙着发文章煽情，写文章煽情，割韭菜。这就好比那些残疾人被打断手脚去要饭，但是呢，他的老板永远不会给他钱去治病一样。人性就是这么的恶。有网友爆料啊，是这样说的，他们怀疑抹茶这个事件是一个炒作，甚至有人怀疑抹茶这个事情是个骗子。当然了，面具人，我们不能奉劝大家啊，不能带着这种恶意去揣测人家。咱们现在只是推理，不要下定论 OK。 咱们先看这个人的质疑是怎么说的。他说来也好笑，早上的时候全是悼念抹茶的消息，下午的时候呢就有很多 ACG 群里面全都是实锤抹茶是骗子的各种消息了。
有说他假死的，也有说他以前是骗钱的。总的来说呢，就是想说明莫查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咱们大多数都是能力有限的普通人，别说能否洞察全局，就是连判断一个类似真实的故事是真是假的能力也是几乎没有的。所以呢，谁对谁错，谁真谁假，我们只能等待官方的消息了。这个文章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写得非常玄妙，看似好像是爆料反驳莫查，实际上呢有洗地的嫌疑。那共产党玩文宣玩笔杆子，正反两面手法玩得很溜的啊，他会把所有的观众群体、所有的市场都考虑到。莫查这个事件呢，背后还有更大的专业秘密，只有面具人我这种文宣专业的才能给你们解密。看啊，有人质疑很正常，对吧？啊，面具人我也找到了很多人啊聊天记录，说莫查骗钱的截图，说这个人是骗子啊，网上也有很多截图爆了出来。那面具人先给你们放几个截图看看，你们自己看啊，面具人我就不一一念给你们听了，然后呢，面具人再给你们继续揭秘啊。看完了吧？好，咱们继续揭秘啊。面具人我观察了一下莫查这个人玩游戏的视频啊。那面具人我也是老玩家了，魔兽世界、生化危机、红警、Switch 掌机我从 GB 时代就开始买，出一个我买一个啊。有时候我还买的是限量版 3DS、NDS、PSP、PSV， 对吧？啊，一直到今天我老了玩不动游戏了，从这个老玩家的岗位上退下来了。那我观察这个莫查的电脑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玩守望先锋、玩生化危机这些游戏啊，帧率都是非常流畅的。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电脑啊造价不菲。哎，那你说他一个电脑卖也能卖个几千块钱啊，那他为什么会穷死？为什么会饿死？我实在想不通，可能是舍不得卖吧，对不对？但是人饿到不行的情况下，这是本能，就跟黄继光被火烧，他不可能打滚啊，那咋可能嘛，对不对？人被火烧都会反抗的，是不是？那这个人快饿到不行的时候，他肯定会想办法变现的，把他的机箱呀卖东西呀，对不对啊？除非他真的是这个脑子啊对这个电脑太过执着了，或者说是其他的原因吧，啊，可能有另外的隐情，对吧？但是呢，网上也有类似于面具人我这样的质疑啊，人们质疑的声音慢慢变大了以后，国家开始行动了。网上很多人质疑说这个莫查是不是真人，存在不存在，于是呢，国家就根据凤凰网22日晚间的消息，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调查善后，发现这个莫查是1月10号去世的，由房东发现的，现在呢已经通知家属了，遗体呢已经火化了。同为 B 站博主的李琦1月19日发布布告称，根据莫查父亲及表哥的消息显示，莫查于本月初因贫困交加而不幸逝世。这个事情等于说官方实锤了啊！你别看他是个 AI 主播，但是呢人就是挂了，并且呢有遗体，遗体呢也已经火化了，但是呢已经成灰灰了。你们看谁就看这个 AI 主播悼念他就行了。网上给出的遗像就是这个样子，你们看图，就拿这张图片悼念就行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卡通图片，你们就对着这个卡通图片悼念、感动、煽情就行了。面具人，我不是说对死者不尊啊，看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官方宣传这个事情，他一定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表达某种正能量的精神，比如这个莫查
他有自己的梦想，主播梦勤工俭学之类的都可以。但是呢，他的这些精神应该值得我们学习，努力奋斗，对吧？奋斗至死。那我们是否应该知道这个人他的尊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在向谁学习，对吧？应该把这个人本身发扬光大。但是呢，你说这个人从头到尾连个真人都没有，你让我们去悼念一个卡通图片，那卡通图片我拿美图秀秀，我拿 PS 很快都能给你做出来几百张，对吧？没有任何意义。要纪念他，你拿一个卡通图片反而是对他的不尊重。我们纪念的是莫查这个人的本人，并不是他的卡通图片，那为什么不把本人晒出来呢？对不对？当然了，面具人我也没有说这个不男不女的图片是什么性别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我只是觉得那么多的中国人对事实未明真相就开始瞎感动，跪拜一个卡通人物的这种奴性，以及他的所谓的朋友吃人血馒头这种现象我感觉到毛骨悚然。我通过这种事儿我看到了党其实想让你们这些老百姓活在虚无主义里面虚无主义。为什么你看嘛，一个人凭空出现，凭空消失，挂了就挂了，然后呢给你一张卡通图片，让你感动的要死这难道不是把人往虚无反智的方向去带吗？你感动，你感谢你谴责，你抨击的人只是一个虚拟的，他直接就把人与现实的界限划分开了，知道吗？我们人有同情心，我们人有这个同理心，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懂了没？那如果说把人带入虚无了以后，那风险是很大的。从心理学上来讲人类个体与生俱来就有着感受他人感受的天赋，因此呢，当面对那些因为灾难或者是悲剧而遭厄运遇难的人群人们会自发性的本能性的为他们感到难过，并且呢会希望伤者或者是家属缅怀康复，安慰他们，对吧？死者安息，这就叫做共情同理心，经常会表现在无论中外的类似各种灾祸呀悲剧这些事件不管是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所有的人都会蜂拥而至的去悼念那些死者，祈福那些受难的人。这是根植于人性当中的一种情感，它不需要人为的去宣导、蛊惑、煽动。这种人类的天性，它是一种同情怜悯，也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一个体现，知道吗？人类它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对同类受害的一种同情心和淳朴的善意，这是感性的，这是不掺杂理性的原发的情绪。但人类的理性并非体现在这种发乎天性的怜悯，动物也会怜悯，鸟儿也会，群居动物都会，但是人类更高级的在于哪儿？人类有理性，人类有智商，知道吗？因为这种源自天性的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很多群居动物都会。但是呢，人类独有的理性和文明却体现在去追寻灾难或者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该避免这类灾难或悲剧再次发生。人类会去探讨这些灾祸发生的真相，并且呢，去探寻防范的措施，想办法去防范。因此呢，在现代的这个高科技社会人们遇到受难者了以后，第一时间都会思考成因是什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后呢，才会去对这个人悼念祈福。这些事情都是并行的，这些都是作为人应该有的举动这就是建立在人们有智商，会去探寻和寻找真相的基础上，对灾难和悲剧拥有防患于未然的能力，
总结教训，去避免下一次灾难，从而呢导致整个人类族群的进步。比如说有些灾难发生了以后，我们会去思考这中间这些人是否会有渎职，安全体系是否完善是否有人为因素，是否有人瞎指挥，是否有错误决策，是否有天灾，是否有这个贪污贿赂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经过大脑思考产生的。如果受过足够教育的人在面对灾难或者悲剧情境时，却不去质问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可以避免的，而是直接就被煽情感动了，那么这起码是一种智力上的缺陷，智商不足直接就被煽情了，都已经不去考虑事实是怎么发生的了不去防患于未然了。这是对灾难的受难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因为他发生的灾难把他的命要了，你不去防患于未然，你不去总结教训，下一次很可能把你的命要了，对不对？而且呢，你再想一个更邪恶的事情是什么不仅不问真相就盲目的煽情感动，反而呢去质疑那些探求真相的人，或者是为自己的智商低，或者是懒于思考而百般辩解这个抹茶就是真的他就是惨，就是饿死了，你们不要质疑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你们质疑你们都是垃圾，没有人性实际上呢是他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一起想，否则呢他会自卑。那有这种行为的人就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懒惰，这根本就是道德上的伪善，甚至道德上的败坏。特别是那些在社交网络上高调煽情、高调感动的，并且呢阻挠、谩骂、诋毁那些质疑和探求询问真相的人从他的行为，他已经涉嫌故意混淆视听，误导人们的探寻真相的方式误导人们探寻真相的渠道，那这就不仅仅是伪善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败坏。哪怕是那些因为无知，所以呢无能去探求真相的人他们仅仅是因为人畜无害的没能力没脑子去思考，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人挂了，可怜不管他是不是人，我就去感动，我就去煽情，我去祈福，感恩情怀，感谢天下，对不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固然是表达了淳朴的善，但是呢却无助于了解灾难或者悲剧的真相，更不能对防范下一次灾难或者悲剧有任何的建设性意义。从本质而言呢，这种淳朴的善不过是生物性的、非理性的。那这种淳朴的善本身虽然谈不上伪善，但如果将这种淳朴的善包装成一种美德，加以宣传、蛊惑、宣导，甚至呢用来操纵老百姓，抵制他们对真相的探求，那么这显然就是道德败坏。大家仔细观察一下不管你是墙内的还是墙外的，看到这种不明真相的煽情，并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也并不能防止这种悲剧的再次发生，因为你就不知道真相的动机是什么，你怎么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面具人，我更认为抹茶这个事情是一次合格的营销，墙内墙外都一样。你们仔细观察这些带节奏的人，他们的言论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像面具人我能如此的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事情。这些所谓的大师都是流于表面的去蹭个流量讲一讲而已，而不是去思考这个事情的本质。你本质问题不解决，像这类的悲剧还会再发生，或者说是对老百姓有冲击的事情还会再发生。而恰好呢，共产党他就是喜欢在心理按摩上面去愚化一个民族，让整个14亿人都陷入到对一个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东西而盲目的感动的这种状态中去，不问真相，不问事实，反正是谁带节奏我就感动我就跟节奏，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这显然是要把这些网民向非理性甚至反智的方向去引导。其实中共啊，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愚民模式来测试一下这些人的奴性。以后中共想要调动渔民的情绪和支持，甚至都不需要真相，他直接编一个故事就能让渔民感动的痛哭流涕啊！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啊，这个莫茶和李琦他们的名字都很相似，他们做节目的画风也很相似，而且呢他们俩的这个事件的节奏感太好了。反正呢，面具人，我只能凭借着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来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当中诸多的不合理性。我们碰到事情要冷静。你们如果不能理解面具人我说的这种瞎感动的危害，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川普败选了以后，那些川粉们又是哭又是说世界要毁灭了，地球要完蛋了，而后呢继续被这些大摇棍大外宣割韭菜。他们不是自己去主动的思考总结川普成败究竟在哪里，下次再接再厉，他们是无脑的发泄。这样呢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愚蠢，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强者是在每一次失败当中总结经验，改掉自己的缺点，从而呢变得越来越强，弱点越来越少。而这些弱者呢就一直的迷信、抱怨、跟风，他会越来越弱，懂了没？渔民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是呢通过这种欺骗呀、操纵呀，搞出来渔民以后，其所带来的回报却是非常巨大的。一群猪一样的民众，喇叭一吹就千呼万唤的就这样嚎叫，没有任何的思考能力，只想着吃饭、筑巢和繁殖，这是动物的生存三要素嘛？这个满足了就行了，反正这些人他的大脑都被剥夺了。在共产党治下啊，这种全民不问真相去吊唁一个卡通头像这种荒唐的事儿都能发生啊，活着就行了嘛？哎，管他有没有脑子呢？管他吊唁谁呢？是不是？全中国14亿人吊唁一个卡通头像，而不是去探讨事情的本质、事情的真相。你觉得这个民族夸张不夸张？对不对啊？这些人啊，活着就行了，他的目的就是活着，哎，活着，吃饭，繁殖，对吧？活着就要繁殖呀，你不繁殖谁给你养老呀？那说到繁殖了，接下来啊，面具人就想给大家聊聊共产党是怎么解决繁殖的问题啊。现在中国的结婚成本高的习俗改不过来，很多地方啊，家里面也不愿意，就是低成本结婚，大家就是这个婚礼啊，要搞得越豪华越好，对吧？都指望着结婚给女儿谋个好主家呢，下半辈子过得安稳踏实呢，对吧？那关于结婚呀、生孩子这类的事情啊，包括前段时间搞的郑爽代孕嘛，这个事情也被炒得轰轰烈烈。你通过这些事情可以判断出来，中共肯定是想有他的目的的。他炒代孕，包括他说什么代孕合法化，这些都是中共的目的啊。咱们想一下嘛，中共就是靠人口来形成劳动力和市场，去绑架世界。那没有人口，没有劳动力，中共就完了。但是中共现在面临人口危机了。根据路透社报道，北京时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五宣布，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0.48%， 为194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点。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亿9千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略降至 64%。2018年末时，这个比例为 64.3%。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亿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2018年末占比为 11.9%。
也就是说，这个老龄化很严重的，并且呢，这个比例差距逐年在拉大，而且呢，人口老龄化它是一个加速度，会越来越严重。中共想要提高自己在世界的竞争力，它就必须要增加自己的社会压力来压榨老百姓，比如劳动力，比如人口比如让老百姓更加严格的赚钱，给他搞更加严酷的生存环境，这样呢，他为了生存，他会更加的卖力的去工作。但是这样的话有一个不好就是老百姓压力太大以后，他的生育欲望就会降低。那生育欲望降低了以后，这个新生人口就少，新生人口一少，这个时间一积累未来造成的危害就会很大。那新生人口少了怎么办？代孕呀，或者是你们看好这里还有个视频。下华晨宇、张碧晨结婚生子始末。2018年的时候，张碧晨和华晨宇在恋爱，在得知有孩子之后，张碧晨没有选择告诉华晨宇，而是选择离开，独自完成了孕育和生产的过程。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才觉得不能剥夺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于是又找到华晨宇告诉他这个事情。华晨宇在震惊中接受了这个事情，然后给孩子落了户，但两人并无婚姻关系。这简直就是小说的情节吧。看完了吧？还是继续拿明星来炒作带节奏。这次带的节奏除了代孕，还有未婚先孕、未婚生子。国家一看，哎呀，这结不起婚了，干脆用明星来带节奏，鼓励现在的男男女女，管他37、21呢，先弄几发，生了孩子再说，爽。这叫做浪漫，不叫爽。呸呸呸呸呸，这才叫真爱，对不对管他结婚不结婚呢，先爽了再说。国家现在它可以开动抖音洗脑机器，找点美女帅哥，拍点这种未婚生子的浪漫爱情故事或者电视剧，这样节奏就带起来了，对不对？管他是不是真结婚呢，管他怎样呢，先生米煮成熟饭，孩子先生下来，就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和市场。以后呢，你想弃养，你生了不养，国家就可以给你治罪。你必须要给国家养孩子为国家祖国的未来培养栋梁。再说了，大部分家庭碰到这种未婚生子毕竟孩子生下来了基本上都会接受的，将错就错了。少部分不愿意的，在习近平要治你罪的情况下，你也不得不养嘛，对不对？这样呢，也能弥补和解决新生人口不足的问题。那么未婚生子，大家可能会想，是否违法呢？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呢？面具人这里有答案之前是违法的，现在不违法了。其实违法不违法要看国家需要不需要。那一说到未婚生子，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会关心未婚生子的孩子他怎么落户呀，对吧？来，面具人给大家普及一下。未婚先孕办理结婚登记不会罚款，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后6个月内仍没有办理准生证的，要被计生部门罚款了以后才能上户。根据法律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因此呢，如果不到法定年龄结婚，则无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没有结婚先怀孕的，只要在生育小孩前办理结婚登记，并向计生部门获取这个准生证，计生部门则不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也不会罚款。那这就有个矛盾了。那你说年轻男女17、18岁、18、19岁谈感情、谈恋爱，不小心的怀上了、生孩子了怎么办？那又不能办结婚证，看来呢要被罚款，对吧？看，国家现在告诉你了，看这些明星都起带头模范作用了。看，未婚先孕、未婚生子，多年以后大家重逢，多么感人，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呀，对不对？国家现在鼓励你有感情那就干，有感情那就上，有感情那就生，对吧？这才叫真爱。于是呢，大家不用担心什么，生就对了，反正有钱嘛，没钱你爸你妈也给你，对吧？只要是结婚了，把孩子生下来就不违法。但是呢，没结婚、怀孕没生下来也不违法，但是生下来以后就是违法的，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并且呢要缴罚款才能落户没有结婚
就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属于城镇居民的，对双方分别按照所在城市，按照那个城市的规定收费来收取社会抚养费，懂了吗？一般啊，至少罚几万块钱，具体的数额啊，每个城市不一样啊。其实呀，你们看啊，现在国家带的节奏就是在鼓励未婚先孕啊，让你们看这些未婚先孕的感人的爱情故事，对吧？然后呢，这些年轻人脑子一热，大家就跟节奏嘛，中国人就爱跟风嘛，对吧？这样的话，国家又能收罚款，又能增加人口出生率，多好的，太棒了！哦，对了，刚才说到了户口的问题，那面具人今天最后的一个新闻就是关系在座各位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事儿。朋友们注意了，农村户口在将来将全面取消，合并统一为居民户口，抓紧时间去办理这3件事，否则亏大了。一、办理和宅基地确权；二、办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三、达到分户条件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宅基地。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我是明四儿，关注我，交一个警察朋友。看完了吧？面具人给大家仔细说说这3点啊。第一，办理土地确权，要拿到农村土地确有权，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了标准分划，并将情况上传至相关系统，制作成立卫星地区。目前呢，这项工作已经在逐步完善中。也就是说，未来打开地图，你们就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家里面的地有多大。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紧办理土地确权证，将证书抓在手里，才是农民最大的保障。面具人，我给你们说啊，这中间有个陷阱，就是分划标准没有确立，我为何要办理土地确权？哦，你官方说的就是土地分划这个面积呀，乱七八糟的，这个工作还在完善中。那没完善你就推出来让老百姓签合同啊？当然了，不是我党没能力完善它，是他不想。这个合同就相当于白纸合同，你先签字，字签了以后，内容再由党慢慢的填上去。以后宅基地的分划标准，党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正你已经签字了，以后共产党完完全全可以用各种面积超标、位置不对，再把你的宅基地收回或者强拆，懂了没？就跟面具人之前说的，不要选浮动利率，对吧？国家之前吹的这个浮动利率多好，结果呢，选浮动利率的人现在都亏惨了，房贷利率都涨了，对吧？听面具人的多少是有点好处的，你看听我的压拜登赢的，那现在都赚钱了，对吧？听我的转移资产了，现在就不用被数字货币割韭菜了，对吧？来继续看啊。第二，达到分户条件的尽快分户，抓紧申请宅基地。对于农村部分家庭存在子女已婚未分户的情况，建议尽快分户，并向村子集体申请具有农村户籍资格的宅基地。宅基地也是属于农民权益的一部分，大家要抓紧时间办理相关证件，一旦户口被合并就无法申请了。目前有很多地区已经停止新办了，不过已有房屋的宅基地还是可以进行买卖的，办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的。对于有宅基地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尽快建造房屋，并且办理不动产权证。因为农村宅基地是属于集体财产的，当地农民只有使用权，无权进行买卖。而建造了房屋以后呢，宅基地就成为了承载个人房屋的必需品，也就不得不在房屋健在时跟随房屋进行交易。所以呢，党现在说了，宅基地能卖不能卖，面具人我理解不了，因为我对农村不是很熟啊。反正有人私下可以交易，但是这个官方好像现在是明确说了不让卖，对吧？那宅基地确权，一户只给一个宅基地，甚至呢没有不给啊，因为取消农村户口了以后，之后呢很可能你申请不到宅基地了，对吧？而且呢，通过这种现象可以继续看出来，之后呀，中共就会把铁公鸡继续拉动内需，拉到农村，
而且这里面啊还有一句话是重中之重啊，那就是对于农村部分家庭存在子女已婚未分户的情况，建议尽快分户，并向村集体申请具有农村户籍资格的宅基地。那这就是农村的老生常谈了，大家要有危机意识。一旦开始合并户口了，之前的农村都是结婚多分个房子或者多分个宅基地，现在呢你更加要抓紧了，你不抓紧，万一户口一合并开始了以后，你不去申请，你连个屁都没有，你连个毛都没有。于是呢，大家要有危机意识，一旦开始合并户口了，你们家的孩子本来呢确立户口了以后还能分个宅基地，这一旦呢合并了以后，你家孩子没结婚没确立，那你就分不到，对不对？那这个一旦有多长时间，面具人我就不知道了，看党的安排，对吧？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尽早结婚，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赶紧分个宅基地。所以呢，大家仔细观察咱们今天讲的这几个新闻都是和人口有关的，并且呢，共产党从各个方面都开始想办法了。由此可以看见共产党在人口这块的问题上面真的是急了。那共产党不急还好，这共产党一急那就是大公社、大饥荒、大文革都要搞起来。共产党他为了达到对内对外的目标，比如对内提高生产力，对外进行扩张、侵略、捆绑，他所有的压力都会施加在中国人的头上。你不生孩子了，你不生孩子，党就会想办法逼你生，党的办法多得很呢。而且呢，你看有了什么抹茶呀、抖音呀、张碧晨这些东西给你洗脑，让你变得更蠢、更傻，更加的盲目、盲从、跟风、听话，对不对？就像这些大外宣，你们看这些大外宣，他们底下的留言，你是好棒棒的，你是我们的英雄，我支持你，爱你爱到死，至死不渝的支持你人民的希望就是你，你是中华人民的脊梁。说这些话的都是机器人留言，跟那些微博的留言是一模一样的，跟今日头条上面的留言是一模一样的，懂了没？然而呢，中国人就是这样，墙内这么蠢逼，这么傻逼，翻了墙的还是这个屌样子，对不对？有啥用？你们会快快乐乐的，不知不觉的越来越惨。但是你呢，还是依然岁月静好。你看不到这个世间有多么的险恶，那你就必然会被这个险恶的世间包围你。面具人，我这个频道不是鸡汤频道，我的存在就是要让你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可怕。想不想活下去，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想不想留言告诉我嘛？想还是不想？留言嘛。